此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没有一个民族比这个民族更伟大。四大文明古国都不在了，而这个民族永远还在。为什么？因为这个民族每到危难的时候都有人敢站出来，他们愿意为这片土地洒上自己的热血。为什么那么强大的印度王朝会倒？为什么那么强大的古罗马会分崩离析？为什么今天中国不像欧洲一样四分五裂？就是因为有一帮人，这一帮人第一批的名字叫那些伟大的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一批人，那就是文人，孔子、曾子、墨子、韩子，用他们的思想来统一了整个华夏民族。换句话讲，就是如果华夏没有秦始皇，没有孔子这样的人，中国就像今天的欧洲一样四分五裂。今天美国再牛逼，建国不过200余载，而我泱泱中华5000年文明史，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民族每到危难的时候，都有人敢站出来。第一个人，秦始皇，统一天下，嬴氏可以灭，秦国可以灭，华夏民族不能灭。第二个人就是孔丘，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就是因为孔子的儒家思想，才有了大一统的王朝。而孔子的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到今天，靠的不是孔丘一个人，靠的是孔子的众弟子啊。没有他的那些弟子，不可能有儒家学说。什么是儒家学说？你们可能觉得我没有学过儒学，周老师，但是你身上流淌的就是儒学的文化。比如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这一条学说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髓。就这条学说，全地球所有民族都灭亡了，中华民族一定还在。但是我想问一下，孔子活着的时候呢，3岁丧父，14岁丧母，还有一个残疾的哥哥需要养，好不容易通过做培训赚点钱，赚点名声，他希望让鲁国的国君能够用上儒家的学说，教人仁义礼智信，结果得罪了朝中的佞臣，把他逐出鲁国呀。孔子没有办法，说好听点叫周游列国，说不好听点，那就是因为在鲁国他的身家寿命受到了威胁，他才逃出鲁国。但是他的梦想永远在他的心中。他曾经问过他的师尊老子，老子说：“顺其自然吧，孔丘。当今乱世，朝纲失序，你不如像老夫一样隐居山林。”孔子说：“师尊，您的道是天外之道，而我的道在人间。有些事儿总要有人来做。”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为什么今天的埃及人不认识自己的文字？为什么今天的希腊人不认识自己的文字？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文明出现了断层。你们知道有一个制度是让中国文明传承5000年的核心是什么吗？师徒制，是师徒制让中华的文明能够源远流长，叫师哲，叫传承啊。陈纪何许人也？陈纪是写了《明乐大典》的那个人，那是全世界人类第一个百科全书，那是明成祖最大的功绩。但是如果没有他的老师，他写不出来百科全书。他的老师一身博古通今，一直想找到一个嫡传弟子，把自己此生悟道的所有智慧全部传给他，不然他死以后，这是整个人类的损失啊！他一直在找一个徒弟，他找不到。在那个时候，人生50老来袭，那50多岁都算老人了，他活到快90，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没有找到他的那个弟子啊，直到将近90，陈纪才出现。所以当老头看到陈纪以后，那高兴的转圈圈呀！陈纪呀，你怎么才来呀？我都快90了，陈纪啊，陈纪，你怎么才来呀？学生陈纪叩谢先生。如果没有陈纪，就没有后面的百科全书。孔子他一辈子一事无成，但是他造福了千秋万代。为何？因为他找到了他的颜回，他找到了他的子贡，他找到了他的子路。人一定会死，一个悟道的人死了以后，他悟道的道就没了，没有传承就断了，那是全人类的损失啊！四书5经之一叫《尚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悟道之人。他为什么要写《尚书》？因为他一辈子都没有找到一个得意的弟子，他没有办法，他相信后人一定有人能懂他。他就把他毕生悟道的心血全部写进了这本尚书里。2000年以后，他终于遇到了那个懂他的人，这个人叫扶桑。那个时候，皇帝昏庸，下令全国所有不是皇室的书籍全部烧毁，如果敢私藏，灭你全族。而就在这个时候，
福生他不希望我们华夏的这些经典付诸一炬啊，他把尚书藏到了他家里的墙壁夹层里，就因为他藏书被官府发现，他成为了阶下之囚，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均死于乱刀之下，但是福生为整个人类守住了那半本残书。虽然在这个昏庸无道的这个朝廷倒闭以后，他重新回到了老家，在自己的墙壁里重新拿到了那本尚书，但是那本尚书被虫子咬掉一半。我们今天读四书五经里面的尚书其实是只有一半啊！这就是福生一生用生命来护书的故事，这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一生护书，没曾想啊，书却因我残缺大半，所以我岂能不舍命护书啊？李时珍的父亲悟道了，以医入道，他希望找到弟子，他没有找到合适的传人，所以他传承给了自己的孩子李时珍。李时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传人，所以李时珍说：“我一定要把我的智慧写下来，就写了那本《本草纲目》。”为父老啊，人逃不过光阴，我只能陪你到此。父亲，没有你，我能做一个好医者吗？没有你，《本草纲目》我能写完吗？能，此许艰难，靠你自己。司马迁被汉武帝直接阉了，一个男人被阉了，而且这个男人还是贵族，那正常的男人一头早撞死了，但是为什么司马迁不死？司马迁说了：“我司马氏世代为史官，从上古下商周到春秋战国到秦汉，我不能死，我没有找到传人的时候我不能死，我身躯已残也要把这个史书写下去。写完《史记》他才自尽而亡。我横遭祸事，身躯已残，青史不可废。”我相信这些人离你会更近。陈纪、福生、李时珍、司马迁、孔子、孟子、王阳明、老子，他们跟你我一样也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青史留名呢？因为他们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你亦可以。此时此刻的我要对着历史上所有冒着生命危险传播真理的人致以最高的致敬，因为我正在做跟他们一样的事儿。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我就要讲，这是我的使命。如果不让我讲，我宁可现在就死，因为传播财商就是我的道啊！我想成为像孔子这样的人，我想成为像老子这样的人，我想成为像王阳明这样的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人说你太狂妄了，你不觉得今天在如此浮躁的商业社会，有一个培训你的老师，他没有想过赚钱，他有一颗诚诚之心，我觉得不应该受世人的嘲笑，应该是受到世人的尊重。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今天周老师也想干一件事儿。试想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人都能学会财商，实现财富自由，众生都各归其道，各行其事，世界大同才真真正正会到来，世界和平才真真正正会到来。但是请问靠我一个人这事能不能干成？来，孔子一辈子一事无成，颠沛流离，累累如丧家之犬。但是这件事之所以能干成，靠的不是孔子，靠的是孔子的什么？众弟子啊，靠的是孔子的3000弟子72贤人，靠的是传承啊！我希望把我的智慧传承出去，我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我希望有一天，如果我不在了，我的学说依然还在，因为财商是普世救世之学，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人的地方就有灯，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日能破万年愚啊！大家好，我是周文强老师。或许你已经关注了周老师很久，听了周老师很多的音频，看了周老师很多互联网平台的各种视频，却一直找不到跟周老师链接的机会。今天这个机会它来了，点下方链接即可预约课程，找到周老师，让周老师带你走进财富的大门。你可以听周老师4天的课程，你告诉我值还是不值？这4天的课程讲什么呢？讲财商智慧，讲创业，讲如何应对当下的危机，讲如何直播，讲如何抓住当下最新的赚钱趋势跟风口。你未来有机会来到我的现场听我讲课，甚至成为我的学生，都是有机会的，好不好？点击下方的财商智慧课程报名，让周老师带着你一起实现财富自由。